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德法领导人开展穿梭外交。法国总统马克龙出访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表示，有希望推进俄乌和谈化解危机，但可能需时数个月。不过，俄总统普京再次强调，美国和北约无视俄方多年来明确提出的核心安全关切，但俄方仍将尽力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折中方案。不过，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就产生明显分歧，拜登依然展现对俄罗斯的强势立场，甚至以终止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作为威胁。美国派遣到东欧增援的新一批美军周二抵达波兰东南部，距离乌克兰约100公里的热舒夫。美方运输机送来大批物资，另有约100名美军转到北约另一个成员国罗马尼亚部署。美国将再从德国调派1000名美军到罗马尼亚。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气氛紧张，全副武装的乌克兰士兵戒备。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到访乌东部另一个前线地区顿涅茨克，在目睹当地被严重破坏后，贝尔伯克表示，世人应该警惕欧洲中心，仍有战事存在。有分析认为，贝尔伯克出访乌克兰所要释放的主要信号，就是欧洲不会置乌克兰于危难中而不顾。在乌克兰局势紧张的背景下，欧洲主要国家领导人加强外交斡旋。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周一到访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举行会谈，双方会谈超过5小时，议题涵盖欧洲安全局势和双边关系等。普京会后重申，俄乌边境紧张局势并非由俄方挑起，俄罗斯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北约方面不断向俄罗斯边境靠近，是目前欧洲局势紧张的主要原因。Хотел бы отметить и то, что Россию по-прежнему пытаются успокаивать рассуждениями о том, что НАТО мирная и сугубо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рак, Ливия, Афганистан, ну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овор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ая военная крупномасштабная операц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Белграда без санкций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ОН. Это, конечно,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далекое от того, что могла бы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мир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法国目前是欧盟轮值主席国，马克龙也成为乌克兰危机去年12月爆发以来首位与普京会谈的西方国家领导人。正是俄方安全关切是马克龙此次穿梭外交得以成型的重要前提。马克龙在会谈后重申，没有俄罗斯的安全就没有欧洲的安全。他已向普京提供具体安全保证，称其此次访问的任务达成。一名法国官员随后宣称，普京在会谈中承诺，现阶段不会在俄乌边境一带发动新的军事行动。不过法方说法随即遭到俄方打脸。俄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俄法尚未就缓和乌克兰紧张局势达成协议，但俄方承认确有需要缓和局势，并认为本次会晤为相关进展奠定了基础，体现出了欧洲方面对于目前局势的一种紧张和不安。也试图通过这个对话的这样一种方式呢，去寻找一个解决的方案。但是坦率地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恐怕马克龙的这次访问呢，也只是整个这个一场这个大的地缘政治博弈中间的一个小的插曲，能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现在还有待观察。马克龙周二转往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谈。马克龙表示，泽连斯基和普京均表明愿意履行解决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冲突的新明斯克协议。马克龙认为，经过2天的对话，他看到俄罗斯及乌克兰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但要化解危机可能仍然要几个月时间。泽连斯基则敦促俄罗斯采取具体行动缓和局势，并表示希望可再次举行由乌克兰、俄罗斯、法国及德国参与的诺曼底模式会谈。结束对俄乌的访问后，马克龙周二傍晚抵达德国，与刚刚从华盛顿返回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以及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马克龙强调会致力捍卫欧洲大陆和平及稳定。舒尔茨则表示，3国立场一致，将通过外交途径，通过清晰的信息及共同的意志，全力避免在欧洲爆发战争。欧洲在整个的这一场新的这个所谓乌克兰危机中间，应该说是比较尴尬。一个方面，它不得不被美俄2国所营造出的目前的这种紧张和对抗的局面推着走，去要做一定的这个适应。另外一方面，又想在这个中间发挥欧洲的作用，特别是想让欧洲的声音能够传递出来，去实现这个危机的一个管控。
柏林三国会谈前，舒尔茨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拜登在会后发出警告，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方向西欧输送天然气的北溪2号管道将被切断。There will be no longer a Nord Stream 2. We will bring an end to it. How will you do that exactly, since the project and control of the project is within Germany's control? We will, I promise you, we'll be able to do it. 香港《明报》认为，这番表态被视为拜登迄今就该项目的最强硬表态。虽然拜登没有具体说明如何终止该项目，但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美国可以对该项目的营运商实施制裁，也可以对欧盟能源监管机构施加压力，使其不对该项目做出最终批准。耐人寻味的是，舒尔茨表示，德国会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但他在华盛顿的访问中始终没提到北溪2号，这也被外界视为德美在相关问题上产生了重要分歧。德国总体上说来还是希望局势能够得到管控，特别是德国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的这个国际政治斗争中间，德国都试图去扮演一个所谓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桥梁。这方面呢，德国当然做了很多的工作。